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思念无法再见的人之夜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你和你重要的人终将逝去；第二，在悲伤漩涡中，你仍然能向前活下去的方法；第三，关注内心，与无法见面的人一起迎接明天。接下来，我将详细讲解以上3部分内容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你和你重要的人终将逝去。人类是必然会经历死亡的生物，无论多么重要的人，终究都会有必须告别的时刻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许多人会愈发感受到死亡的临近。我们会送别父母，也会有与长期陪伴的伴侣分别的时候，最终总有一方先离开，另一方留在世上。现在，也许有人已经失去了重要的人，沉浸在深深的悲伤中，也有人幸运的还与重要的人相伴在身边。对于那些仍与重要的人在一起的人来说，可能无法想象他们总有一天会离开，但那一天终究会到来。当我们面对再也无法见到那位重要的人的现实时，心情可能沉入深海般沉重，甚至呼吸都觉得困难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，自那一天起，自己无法顺利生活下去。死亡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，没有人能够逃避。失去亲人的悲伤，是我们终将会经历的。确实，这是一种极其深重的悲痛，但我们仍然必须尽力向前看，活在明天。然而，我们如何与这种痛苦同行呢？本书正是为了有此疑问的你而写。在失去重要的人之后，悲伤几乎要将人压垮的日子里，本书希望能帮你找到让心情稍微轻松的道路，这也是本书创作的初衷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不可避免地经历别离、送别父母、失去伴侣、与长期相伴的朋友分别。对于一些人来说，像狗、猫等重要的宠物也如家人一般，他们的离世同样带来深沉的悲伤。在世俗眼中，这种死亡或许很常见，但悲伤的深度只有你自己才能体会。因此，本书是基于734名遗属的真实经历和研究总结而来，凝聚了无数的泪水、言语以及努力克服痛苦的强大意志。这些内容不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人，而是专门为正沉浸在深沉悲伤中的你准备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死别的悲伤并不是必须克服的东西，相反，重要的是在悲伤中思考未来自己该如何生活。实际上，因为死别的冲击而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或心理健康的人并不少。因此，我希望你在重要的人还在的时候，就先通过本书了解死别相关知识，不仅能在紧急时刻支撑心灵，也能让你更加珍惜现在。比如，平日里与我们亲近的父母、伴侣、兄弟姐妹、朋友，我们常在忙碌中忽略了他们的存在。直面死亡，让我们稍微关注可能到来的别离，更加珍惜与重要的人共度的时光。即使别离真的到来，也能帮助你做好心理准备，逐步向前，而不至于彻底崩溃。死别的悲伤无法避免，但提前面对这种可能性，是保护心灵的重要方式。这不仅适用于正沉浸在悲伤中的人，也能成为仍与重要的人在一起的人面向未来的心理防波堤。希望你能通过本书，为失去重要的人做好准备。更重要的是，更加珍惜与他们共度的每一刻。接下来是第2部分，在悲伤的漩涡中，你仍然可以向前活下去的方法。人生中的悲伤不仅仅来自死别，对吧？比如与重要恋人的告别、离婚、宠物的离世，工作中的重大失败，甚至一次性失去多年的积蓄。人生中总会遇到重大的悲伤时刻，即便如此，也请运用这些方法，帮助自己继续向前生活。那么，首先介绍第1种方法，那就是专注于今天，用自己的节奏慢慢生活。失去重要的人后，你可能感受到极深的悲伤，也许连思考未来、考虑如何继续生活的余裕都没有。但即便如此，现在请先把活好今天放在心上，这已经足够有价值了。
在刚经历亲人去世时，我们会觉得人生仿佛停滞了，眼前只有黑暗，想到明天或未来就会感到痛苦。在这种状态下，你不必勉强自己向前看，悲伤太深，一次性无法完全承受。因此，首先请专注于活好今天，这并不是小事，而是通往未来的重要第一步。日常中积累小行动非常重要，比如早晨起床喝一杯水，打开窗户呼吸新鲜空气，哪怕只是晒一会儿太阳，这些都意味着你在悲伤中活过了今天。这些行为对现在的你来说已经非常有价值了。书中介绍了一个男性的故事，他失去了最爱的妻子，最初什么也做不了，只是重复活好今天。然而，随着日子一点点过去，7年时间过去了，他说，悲伤没有消失，但感觉活着值得的瞬间变多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即使难以展望未来，专注于眼前的一天，也能慢慢为未来铺路，带来希望。同时，放下义务感也很重要。你不必因为是早晨就必须起床，也不必觉得一定要完成某件事。社会规则不必束缚你，重要的是在你当前能力范围内去行动。如果有一天起不了床，就躺着也没关系，想哭就尽情哭吧，这是你接纳并疗愈悲伤的一部分。等到稍微恢复些精力，再逐步调整生活节奏，也是作者的建议。固定时间起床，固定时间入睡，也能帮助身心慢慢恢复。此外，外出散步或亲近自然，可能会让沉浸悲伤的心情稍微轻松一些。这些都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，而是在你觉得心里有点想试一试的时候去尝试就好。作者们传达的核心思想是，当你专注于活好今天，就能一点点走向连接未来的道路。当然，这不是立竿见影的结果，但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会累积，最终开辟出新的道路。你不必强行消除悲伤，那份悲伤是你人生的一部分，是你爱过重要人的证据。所以，请对自己温柔些，无需勉强努力，也无需完成任何成就，仅仅活好今天就足够了。而活好今天这一行为，本身就是保护你自己为迎接新的日子积累力量的重要基石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二种方法是，理解后悔是你曾经珍视过的证据。当我们失去所爱之人时，许多人会陷入如果当时这样做就好了，如果当时做了不同的选择就好了的后悔之中。这种后悔是非常自然的，它正体现了你曾经多么珍视那个人。后悔和内疚的情感，说明你与那个人的关系有多么深厚，也是你对他的爱依然存在于你内心的证据。当后悔涌上心头时，面对无法回到过去的现实，会让人痛苦。但是，本书作者指出，你不需要否定这些情感，相反，应将后悔作为你曾深爱过那个人的证据去接纳，并与之同行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此外，作者们还建议，不要仅仅关注后悔，也要回顾与逝去的人共度的幸福时光，以及你曾为他们做过的事情，比如曾经一起笑过的瞬间，做过的那些小小善意，这些都是治愈后悔的钥匙，会在心中以温暖的记忆闪耀。后悔是确认与逝去之人的情感的一种过程，也会带来可以运用到今后人生的领悟。本书告诉我们，不否定后悔，而是把它作为重新审视人生的契机。深深的悔恨可以成为重生的新起点。在充分自责之后，逐渐学会原谅自己，疗愈自己也非常重要。这也是逝去的人所希望看到的。感受到后悔本身，就是你曾经真心珍惜过那个人的证据。怀抱着这份爱，慢慢找到向前走的勇气。没关系，逝去的人仍会在你心中永远活着。相信这份爱，好好活在今天吧。支撑你前行的，是与你珍视之人共度的那段无可替代的时光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三种方法是，从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开始。你是否经历过食不下咽、没有进食欲望的日子？在悲伤和失落中，觉得吃东西
本身都是负担，这很正常。当心灵承受深深的悲痛时，身体也会受到影响。即使想要吃点东西，也可能不知道该吃什么。这时候，不要想得太复杂，选择自己想吃、能吃的东西即可。无论是什么都可以，不必过于考虑营养均衡或健康问题。比如冰淇淋、零食，哪怕只吃一小口也好。这个小小的行动，会温柔地陪伴你的心与身体，成为逐渐恢复活力的契机。如果你完全想不到想吃什么，也可以尝试与逝去的人相关的食物。例如，书中讲到一位男性一直在吃他母亲最后吃过的冰淇淋，每次吃这款冰淇淋时，他都会感受到与母亲的联系，心中也会稍微温暖一些。你也许也有这样特别的回忆味道，通过食用它们，与你重要的人共度的时光会温柔地在心中重现，带来疗愈。有时你可能会觉得一个人吃很孤单，这时可以考虑与他人一起用餐，家人、朋友、邻居都可以，仅仅一起坐在餐桌旁，就可能唤起一点食欲，或让用餐变得有趣。特别是平时一个人无法下手的食物，和他人一起时却能轻松吃下。这时候，如果有人邀请你，不妨接受，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。不要孤单地封闭自己，接受邀请，一起用餐吧。而吃自己想吃的东西这一小小的举动，也是对自己的关爱。这一口食物不仅为身体补充营养，也温柔地抚慰心灵，让你感受到与逝去之人的联系。请不要着急，按自己的节奏慢慢前行。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种方法是，明白自己并不是唯一感到悲伤的人。当你身处悲伤之中时，很容易会想，为什么只有我这么痛苦？这样的景象反而让你更孤独。但是，请记住，你所感受到的深深悲痛，绝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经历。失去重要之人的悲伤，每个人感受的深度确实不同。即使经历相同的事情，每个人的感受和承受方式也不一样。但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许多人像你一样，失去了重要的人，心里感到痛苦。仅仅知道世界上还有与自己抱着相似痛苦的人存在，就可能让孤独感稍稍减轻。例如，有一位女性的故事，她失去丈夫后，一直独自承受悲伤，觉得没人能理解自己的感受，整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然而，有一次，她通过阅读关于死亡的随笔或聆听有类似经历的人讲述，意识到这份悲伤并非只有她一个人承受。仅此一点，就让她的心轻松了一些，并生出了向前看的力量。你现在也许感到孤独，但只要知道还有许多人怀着相似的悲伤生活着，你的心可能会稍稍得到慰藉。通过阅读他人的经历，或者通过线上、书籍等渠道接触到别人的声音，你会发现自己并不孤单。相反，请珍视并拥抱这份情感。寻找可以分享悲伤的场所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如果难以开口，哪怕只是倾听他人的悲伤，也能让你感受到我并非孤单一人。在你封闭的心里点燃一盏小小的灯，请记住，你并不孤单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许多人像你一样，失去重要的人，却仍在一点一点地向前生活。当你感受到这些存在时，你一定能在孤独中看到一丝希望，而这希望终将成为你迈出下一步的力量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关注内心，与无法见面的人一起迎接明天。在这一部分，我们将精选2种方法，帮助你调整沉浸在悲伤中的心态。第1种方法，面对现实，逝去的人不会回来了，悲伤，但必须接受他们已不在的事实。当失去所爱之人时，悲伤的深度难以衡量，即便理智上明白他们不会再回来，再也见不到，内心仍可能抱有再次相见的期待。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情感，尤其是在刚失去的时候，这个现实可能过于沉重，甚至无法承受。作者们轻声对你说，不妨尝试慢慢正视逝去的人已不在的事实，
这并不意味着忘记他们，而是让他们在你的心中以新的方式驻留，并获得继续生活的力量。面对这一现实时，你是在加深心中对逝去之人的回忆和爱，这些回忆将成为支撑你未来的力量。无需急于接受现实，每个人适应的时间不同，周围的人可能会说振作起来，但你无需理会，只要按自己的节奏慢慢恢复即可。每一步都是你对逝去之人的爱意体现。感到难以面对时，休息也很重要，不必责备自己。慢慢的，当你在心中承认他们已经不在时，你将获得抱着悲伤也能迈向新生活的力量。第二种方法，珍惜现在的时间。在悲伤中，也要学会找到生活的乐趣，珍惜现有的时间，在悲伤中寻找乐趣。这句话意味着在承受失去的痛苦时，也能轻轻地陪伴你，为你踏出新的一步提供力量。失去所爱之人后的每一天都可能感到沉重。早晨来临时，你可能会被又是新的一天吗的绝望感包围。无论做什么，心情都无法晴朗，找不到任何让自己开心的事情。这种心情很正常，悲伤可以保留在心中，这份悲伤是你非常重要的感情，无需强迫自己忘记，也不必急着振作。与其沉浸在悲伤中，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此刻存在的那一点点微小的喜悦上，比如窗外美丽的景色，轻轻拂过的风的舒适感，袅袅升起的热茶香气。这些小小的日常细节，也许能在悲伤中稍稍让你的心轻松一些。作者强调的重要一点是，即使抱着悲伤，也不要害怕去寻找快乐。有人可能会觉得，快乐是不合适的，或者会因为害怕忘记逝去的人而感到内疚。但找到快乐绝不意味着忘记逝去的人，相反，它是将你与逝去之人的回忆更深、更温暖地刻在心中的一种方式。你若能尽量认真地度过今天，带着享受生活的心态去生活，这就是对逝去之人最大的敬意与爱的证明。比如，你抬头看天空，感叹今天的蓝天很美，仅此一点，就已经是迈出的重要一步。渐渐的，这些小小的瞬间会累积，慢慢的在你的心中孕育出新的能量。这股能量不仅能让你从悲伤中缓过来，也会成为你活在当下的动力，并照亮通向未来的道路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不必急于求成，也无需做到完美，请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前行，同时珍视自己。即便有些日子觉得今天什么也没做，也没关系，只要你承认自己活着，这一点就足够了。逝去的人也一定在天上注视着你，温柔地为你加油。他们希望看到你带着笑容过日子。想想那些他们曾陪伴你度过的日子，你的笑容和幸福时刻曾让他们多么高兴。现在，他们也一定以同样的心情，从天上守护着你。失去重要的人，自然会感到痛苦，但仅仅沉浸在悲伤中度过人生，并不是逝去的人所希望的。相反，怀着逝去的人交给你的东西给予的幸福，带着这些回忆一步一步向前走，这才是你能表达的最大爱意。回忆不需要忘记，你与他们度过的时光留下的记忆，将成为支撑你未来的重要力量。有时，你会回忆起这些记忆而流泪，但请不要忘记，在泪水之后迈出哪怕微小的一步。逝去的人一定会在天上默默注视着你，为你轻轻推一把。每天认真的生活，同时在心中以新的方式延续与逝去之人的羁绊，不是闭锁在悲伤里，而是铭记回忆，同时在日常中发现小小的喜悦与快乐。这不仅是为了你自己，也是对逝去之人最深的感激与爱的体现。今天，就尝试哪怕一点点向前看吧。抬头望天，凝视花草，聆听喜欢的音乐。逝去的人一定会为你这些小小的幸福而感到欣慰，并从心底为你踏上新的人生道路而加油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
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